今天呢，移栽2棵树，一棵就是前天介绍的枣树，还有一棵就是这个柿子树，是 Persimmon。然后你看这个花博还不小哈，这大概是5加仑，这个5加仑的，可能至少有3加仑吧。这个花博还不小，但是当你把它拉出来之后，从花博里拉出来之后，你发现它在装这个博之前，它肯定是从苗圃里起来的，所以这个大部分根呢都被它已经被它斩断了，很多根都已经被斩断了，没有什么须根，所以这个质量是很差的。但是栽得活吗？我认为是栽得活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栽树的季节，所以它是这种，实际上这就是裸根了。看这很多根被剪掉了。那我那棵枣树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去看看我那棵枣树。看这棵树很大，这个树这么高的，这么高，它的号称是6到7尺高，但是因着这个，你看它这个根系不好是吧？就是一点裸根。它是装脖子之前，它这上面写着 Parting 是这 Party 的2月9号 Party 的，所以它是从苗圃里面把它挖起来，然后就把它盘在这么一个小花博里。那像这样的，它没有什么根，不管它有根没有根，像这种植物移栽你都是要 trim 的。像它在这里本身有2个枝子，我会在这里跟它trim，割一刀或者这里，也就是把它这个植物的一半给剪掉。虽然它号称是6到7尺，但是你需要给它培育树形，而且你也不指望它当年结果，所以在这里剪一刀，然后在这里再剪一刀。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我另外一棵那个枣子树，这是前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枣子树，陕西枣子。对不起，我在那个视频里说山西，我觉得应该是陕西的枣子。那这么长，然后当你从这个脖子拿出来之后呢，就这个样子的，完全就是一点裸根，还一点新根都没有形成。所以这个我也不担心它成活了，因为枣树的根系特点，它就是一种散根系的，它不是那种很发达的根系。根系很发达，但是它不形成很致密的那种根系团，它就是一种很向外发散的那种根系。所以呢，这个有点根系，然后我会给它就在这上方给它剪掉3/4去吧，这个植物剪掉3/4去，在植物的生命力的带动下，它会再长新根，所以我也不担心它成活了。那也有，你这个像在那时候买的，要是真的是不成活，你也可以早就给它退。我相信这是应该能够成活的，但是我待会给大家讲讲这个果树移栽的一些那个吧，我的做法吧。当然，首先你要给它挖个坑。最普通的说法呢是，当你买的植物是，假如说是这么大的花盆哈。你挖的坑呢，要是这个花盆的2倍大，直径2倍大，而且呢深度也是2倍，这是移栽植物的一般的一个说法。像这么大的花盆，但是这个是说你的土壤是很好，但是大家看到我这个土壤，那我这个天然土就这样子的，我这个表土很差，土层很差，你看呢？全部是这种石头，有大石头、小石头，大石头都捡走了。这种属于这种土壤，这个是相当差的。那所以说我挖2倍大就不够了，我是给它挖的，像这个起码我这个坑挖的有1米2米左右，这个直径，然后呢，深度大概是0.5米到0.6米。所以就相当于说，至少然后再给它换土。我这个土都是用泵运过来，然后给它全部换上我这个好土。
至少说它在我这一个1.2米的这个圈圈里面，先让它好好的发达，然后把植物长好，然后它根系长得很健全的时候，它能够往外扩展，到这种不好的土层里面去，到时候再看，不行的话可以到时候把外围再继续扩大，继续换土，也是一种做法。所以首先这是挖坑，那我那个枣子树的坑就挖得更大了，我来过去看一下。我这个坑挖的大概有将近2米的直径，没有2米，有1.8米的直径，然后深度呢是有1米。因为枣树它是一个不耐老的一个东西，加上我这个土层渗水性很差，这个下雨之后很容易积水，我这个院子很容易积水。像这种土层，它根本上在底下很硬，都是要用什么东西呢？都要用这种我们国内叫十字锆吧，是吧？这个是用这种挖的，一点一点的把它挖出来的，所以是这个还这么大的石头，所以呢，我就要给它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。一个是挖很深，再一个是呢，这个树呢，我会栽高熟地面、高熟地表面，这个方便它沥水，它的水呢能够从这个表面下的雨能够流出去，不至于在这里积水。果树一般的树都是怕老了，你太这个让它的根系长期泡在里面，它会淹死掉的。这也是很多栽树的朋友们经常遇到的问题。浇水过多，特别是在新树，浇水过多能够把不管是布系也好还是树也好，你会给它浇死掉的。有很多人在问我这方面的问题，说哎，你看看我这个布系怎么栽没几天，后来变成这个样子，像生病了。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病，是这个树这个严重的环境不良导致它。更多的时候是水浇多了。你一问它每天浇多少水，那你就能够判断个10有8九了。所以我这个呢是把它，你看我这个挖的坑是高出地面的，然后我这个土层通过这个砖，该围上1层砖，围了2层砖吧。能够把这个土层呢，我加的这个土层相当于把它团在里面，同时呢也这个阻绝这个杂草长进去，这个阻绝杂草长进去是个很大的 project， 所以这个是挖坑做准备工作。那移栽呢，就是第一我刚才说了，要在我这个是栽出地表面以上，那对大家普通的你的排水良好，渗水性好。你不要这个没得必要那么大的功夫挖那么大的坑，这高出地表面那么多，我这是特别情况。所以这个是换土、挖坑。那这个换的土一层一层的，我都是用脚，这个用脚给它踹实，因为你要不踹实的话，踹结实了。不踹实的话，你放进的土很疏松，它最后自然下垂。自然下坐，你以为你的苗子是栽在这个地表面以上的，它一下坐之后就没有在地表面了，就把栽上去。特别是把植物上面的该修剪的就剪掉了，我刚才也说了，我枣子树会剪掉3/4去，那个也会我的那个柿子树会剪掉1/2去，然后就栽下之后就是浇水，一次要浇透水，就拿水龙头过来。你就把水龙头放在这里，让它往里面用细水慢慢流，你不要大水，大水它往下渗的效果比较差。你开小一点水，让它慢慢往下流，时间长一点，可能要1-2个小时，至少把你这个根周围给它浇透。后面呢就不要经常浇水了，后面就是保持时运就好，那千万不要天天给它浇水。保持时运呢。还给它盖上一层这个 compost 或者是这个你剪过的草，这个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厚厚的盖上一层，也可以保湿。像我这个就是盖的厚厚的一层草，剪过的草就盖在上面。是，
雨水呢又能渗得进去，下大雨呢它还能这个往外流，所以盖上草也是个不错的主意。这棵就算定制完了，看这剪了大概2/4啊，2/3去了，还剩下1、2、3、4，还有5、6个节。然后这个钉子的高度差不多是1尺，高出地面1尺的样子。当然考虑它会往下流浪，往下，最后可能能够高出地面半尺吧，就已经够理想了。那现在就是用水龙头慢慢的浇上水，让它缓慢，有效的渗透到这个土壤的深层去。最后就给它来盖上一层帽漆，或者我去年剪的草，让它保湿，就完成了。